日本憋了个坏招，首次将武器装备成品出口给菲律宾。不仅如此，日本对外出口的野心还在蔓延，准备重新审议防卫装备转移3原则与运用指南，向美国出口日本30制造的爱国者导弹。二战以来，日本一直坚守武器出口3原则。2014年，日本用防卫装备转移3原则替代武器出口3原则，大幅放宽武器出口限制。这将是一个危险信号。武器出口正常化会使得日本成为正常国家，可随意对外出口武器。日本可能通过军售与其他国家绑定合作关系，提升介入地区冲突的能力。解禁武器出口会让日本有机会进一步发展军工产业，提升军事实力。一旦沦为现实，那日本最先介入的便是中非与俄乌事项。当前，日本试图为松绑出口杀伤力武器禁令，增加援助被侵略国选项，表明其正在借俄乌冲突冲击战后军事禁忌。换句话说，之后日本极可能站队乌克兰，向其提供更多武器装备。外界认为，这背后或许还存在着向俄罗斯报复的意味。毕竟前不久，俄罗斯刚刚强调北方四岛立场，声称俄罗斯与日本及其他国家之间没有领土争端问题。这无疑是在暗指北方四岛归属权属于俄罗斯。此番表态引起日本人不满，紧接着援助被侵略国说法就甚嚣尘上。除了俄乌冲突外，日本还向菲律宾出口 JFPS-3ME 对空警戒雷达系统。按照预期，一共交付4台雷达。移交仪式上，日方表示，早在2020年时，双方就已敲定出口合同，届时菲律宾武装部队就能靠该雷达系统畅通无阻地监视这段时间以来受中国威胁的领土。另一方面，也能加强对南海、吕宋海峡等海上通道的有效监控。只不过，相较雷达系统来说，日方更注重另一款致命武器的出口。日本在完成首次装备成品出口海外之后，下一步便是敲定向美国运送30制造的爱国者防空导弹。在此之前，日本负责的只有爱国者导弹零部件制造工作，而现在日本在防卫装备转移3原则指导下，将具备成品出口能力。之所以要这么做，主要是因为美国在大力援助以色列与乌克兰之后，武器库存大幅减少，因此日本此举将能在一定程度上填补美国武器库。但在外界看来，以日本生产能力来说，其制造的爱国者导弹不会从根本上扭转俄乌战况。再加上日本不大可能将所有导弹储备都交给美国，所以出口爱国者导弹更多意义上是为今后其他致命性武器出口铺平道路。而这必然会带来一连串影响，比如给地区安全构成威胁。国际问题研究院东南亚问题专家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日本当下武器出口策略，我们也能将其理解为一种外交路径，不管是美国也好，还是东南亚，通过武器拉拢，都将对中国形成合围之势。那么，中国该如何应对？中国早已做好万全准备。首先来看明确指向中国的 JFPS-3ME 对空警戒雷达系统。日本航空自卫队自用雷达为 JFPS-3， 出口给菲律宾的则是其改装版本。JFPS-3ME 雷达系统最大优势在于监视能力强大，可同时对多目标进行跟踪，探测范围达到555公里左右。菲律宾距离黄岩岛只有300米，距离美济礁500公里，到中业岛直线距离约500公里，距离仁爱礁不到200公里。拥有 JFPS-3ME 雷达后，菲律宾海军将能够直接监控到以上中国岛屿。其实在反雷达监视领域，中国可以说是佼佼者。早在很早以前，我国就推出反隐身情报雷达 YLC-2E，
可以隐身，不让其他军事组织雷达等探测器发现。此外，在干扰雷达探测方面，中国也能够通过遮蔽网、防雷达伪装网来规避雷达探测和电磁干扰，欺骗雷达侦察。总而言之，不管日本如何拉拢菲律宾，美国何为中国，中国都不惧怕。自从去年年底通过3大安保文件后，日本的再军事化野心正在急剧加速，不仅公然向菲律宾出口对空警戒雷达，近期甚至首次向美国返销了一批爱国者防空导弹。22日当天，日本安全保障会议重新审议了防卫装备转移3原则。会后，岸田文雄宣布，从明年第1季度起，日方将向美国出口数十枚爱国者防空导弹。这项决议被外媒视为2战后日本武器出口限制政策的重大转变。日本政府于上世纪70年代制定了武器出口3原则，禁止向他国和地区出口武器，但随着美国重返亚太，这项政策几乎名存实亡。这个提议是拜登今年8月会见岸田时提出的。2014年，安倍晋三将武器出口3原则修改为防卫装备转移3原则，并允许在一定条件下出口所谓的防卫装备。安倍晋三对武器出口政策的改名，实质上还是在玩弄文字游戏，违背了和平宪法的精神。此后，日本政府在武器出口和在军事化道路上的步伐骤然加速。去年，岸田文雄通过了新版安保文件，将日本防卫政策改守为攻，为出口致命性武器装备创造了借口。以这次对美国出口的爱国者防空系统为例，三菱重工在上世纪80年代获得了爱国者系统的生产授权，但过去日本仅能向美国返销部分零件，直到武器出口限制放宽后，日本才能打包出售整套系统。华尔街日报声称，这笔交易旨在补充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的库存。美国军工企业每年仅能生产450枚爱国者拦截弹，但由于持续向乌克兰提供军援，五角大楼不得不从其他国家搜刮弹药，以填补美军的军火库存。目前，日本仍禁止向处于战争中的国家出售武器。应该说，华尔街日报这个解释形象诠释了什么叫越描越黑。要知道，为了援助乌克兰，美国玩左手转右手的把戏又不是1次2次了。之前，韩国也口口声声说本国政策禁止向交战国出售武器，结果被美国找上门后，韩国国防部冥思苦想几天，最终搞出了一个掩耳盗铃的租借条款，韩方向美国租炮弹以补充美军弹药库存，这就不算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既然韩国开了这个头，日本自然是有样学样。这次日本向美国出口爱国者系统，打的也是补充美军弹药库存的名义，但实际上这些防空导弹究竟会被美国运往哪里，几乎不言而喻。更何况，日本现在的野心也不仅仅局限于扮演美国军火库的角色。根据《纽约时报》的说法，目前日本和美国正在就日本国产155毫米炮弹出口问题进行讨论。显然，如果这项谈判能够达成，势必会加速日本军工企业的复苏，这也意味着在军事化的日本将会成为影响地区稳定的危险因素。当前的国际秩序是建立在2战胜利的基础上，这是国际社会的共识。日本作为2战策源地和战败国，本应该深刻反思战争罪行，但在美国的默许和推波助澜下，日本政府在战后的所作所为表明，其从来没有认识到自己犯下的累累罪行，反而以谋求国家正常化的名义修改宪法，妄图实现再军事化。一个有侵略历史，至今仍未反思罪行的国家，正是图开历史倒车，这一点值得每个亚洲国家警惕。